今天上午10点，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有关情况。当前，住房城乡建设部会同财政部、自然资源部、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等部门，指导各地迅速行动，抓存量政策落实，抓增量政策出台，打出一套组合拳，推动市场止跌回稳。 发布会上，住房城乡建设部部长倪虹介绍，组合拳概括起来就是4个取消、4个降低、2个增加。4个取消就是调整或取消各类购房的限制性措施，主要包括取消限购、取消限售、取消限价、取消普通住宅和非普通住宅标准。4个降低就是降低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降低住房贷款的首付比例，降低存量贷款利率。 降低卖旧买新换购住房的税费负担。2个增加，一是通过货币化安置等方式新增实施100万套城中村改造和危旧房改造；2是年底前将白名单项目的信贷规模增加到4万亿。城市房地产融资协调机制要将所有房地产合格项目都争取纳入白名单，应进尽进，应贷尽贷，满足项目合理融资需求。 可以说，相关政策发布以来，政策的效果已开始显现，房地产的开发投资、新建商品房销售等主要指标降幅继续收窄。特别是9月底以来，一手房的看房量、到房量、签约量明显增加，二手房的交易量持续上升，市场 出现了积极的变化。针对支持房地产项目融资、加大白名单项目贷款投放力度的问题，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肖元奇表示，经过相关部门的认真研究，把商品住房的房地产开发贷款项目全部纳入白名单的条件已经具备。今后符合白名单标准条件的房地产项目，均应该按照白名单管理，做到应进尽进。截止到10月16日，就是昨天。 我们统计白名单房地产项目已审批通过的贷款已经达到2.23万亿元，2.23万亿元。截止到昨天，预计到2024年底，白名单项目贷款审批通过金额将翻倍，超过4万亿元。刚才倪部长也讲了这个，超过4万亿元。为做好房地产项目融资，保障房屋建成交付。 我们还会进一步优化、完善房地产白名单项目融资机制，做到合格项目应进尽进一审贷款，就是已审批的贷款，一审贷款，应贷尽贷，资金拨付能早尽早。 财政部部长助理宋其超回答了深圳卫视驻京记者的提问。财政部此前通报了通过专项债支持土地储备以及收购存量房用作保障性住房的政策，请问有哪些细化政策和考虑？在具体操作上呢，关于专项债用于土地储备，主要是支持各地结合实际情况，与存量土地的业主企业 合理的确定收购价格，妥善处理回收存量土地涉及的债权债务关系，合理确定专项债券项目内容和地块范围，同时呢，及时安排这个债券的发行和支出，提高土地资源的利用效率和债权资金的使用效益。 关于支持地方用好专项债收购存量商品房用作保障性住房，那么这项政策呢，主要是由地方自主决策、自愿实施，遵循法治化原则，按照市场化来运作。在确保项目融资收益平衡的基础上，地方可安排专项债券 来收购存量商品房，用作保障性住房。那么这一政策呢，将与其他相关的支持政策协同发力，进一步拓宽地方的资金来源渠道，既可以有效消化存量，
促进供需平衡，也有利于优化增量，多渠道来筹集保障性住房。针对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是否会放松所有的购房限制，住房城乡建设部部长倪虹回应称，从去年开始已经充分赋予了各个城市房地产调控自主权，城市政府会根据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和房地产现状自主决策。4个一线城市呢，在9月底调整了他们的调控措施，不完全一样。北京、上海，它叫放宽了限购的条件，广州是全部取消，深圳呢，它叫部分取消，所以这也充分体现了各个城市因城施策，自主决策，一城一策。在新增实施100万套城中村和城市危旧房改造方面，倪虹部长介绍，随着城市发展进程，新房子会变成老房子，有的老房子会变成危房，这种需求是存在的。它的有利的地方就是说，首先是对群众，货币化的安置可以更好的满足群众这个自主选择这个房型地点这些要求。第二呢，直接搬入新居，同时呢，对于城市来讲，消除安全隐患，改善居住环境完善城市功能。在当前呢这个房地产供需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也有利于消化存量的商品房。近期一揽子增量政策陆续出台，楼市呈现出明显的回暖迹象。关于房地产市场的后续大招备受关注。我注意到，在今天的国新办发布会上，住建部、财政部、自然资源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管总局的有关负责人组团出席。高规格的配置不仅彰显政府对房地产市场的重视，更增强了购房者和开发商们的信心。发布会上介绍的土地政策、财税政策、金融政策等方面的具体动作，释放了稳地产的强烈信号。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安全性和稳定环境凸显，黄金进出口量居全球前列。施政报告提出构建国际黄金交易中心，推动构建国际级黄金仓储设施，拓展用家及投资者在香港存放和交割实金，带动抵押和借用等衍生金融服务，为金融业开创新增长点。有立法会议員看好這一增量措施，認為契合了香港所長。香港其實係個數量好大嘅，黃金嘅儲藏呢個買賣即係呢啲期貨各樣咧，仲有貴價金屬啦，呢啲係開拓我哋商品嘅市場，呢個功能咧係好重要。大宗商品例如金屬、礦產等，佔全球嘅航運交易量呢係1半以上嘅。施政報告提出會推出稅務優惠同埋配套，推動國際大宗商品交易所喺香港設立認可嘅倉庫等等，係建立呢一個生態圈，亦都同我哋建立國際黃金交易市場嘅目標係相輔相成嘅。施政報告提出，香港要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位處深圳河兩側的河套深港創科園是深港兩地合作發展的創新科技研發基地。李家超指出，特區政府計劃把香港園區第一期總樓面面積倍增至100萬平方米，首批支柱產業租戶將在明年開始進駐。比如說我們的便捷通道，方便兩邊的，比如說白名單的人員是一個很快捷的在兩邊園區的過關，很多之前的政策方向開始具體化，然後去朝落地的方向去推動了。北部都會區是香港經濟發展的新引擎，深圳與北部都會區一河之隔。在新一份施政報告中提出，將在北部都會區的牛潭尾預留土地，推出北都大學教育城、第3所醫學院和綜合醫教研醫院的發展。有香港議員認為，該區域發展有利於推動深港之間的互聯互通。
而家我哋嗰個跨境嗰個教育啦，咁我哋而家仲有一個跨境學童啊，咁未來無論喺人才方面、喺教育方面啊，無論喺國際化方面呢，都係一個好大嗰個利好嘅消息嚟嘅。施政報告呢係提出咗發展香港成為國際專上教育樞紐，並且係打造留學香港呢個品牌。透過呢係獎學金等等，係吸引呢更多嘅境外特別係東盟同埋其他一帶一路國家嘅學生呢嚟香港係升學，全方位咁樣吸引世界各地嘅優秀人才。深圳卫视注意到，今年以来访港旅客人数多次创新高，北上南下双向奔赴热潮持续。对此，李家超表示，特区政府已向中央政府提出进一步优化内地居民来港旅游签注的请求，包括恢复深圳1000多行个人游签注及扩大1周1行个人游签注政策试点城市范围等。16号起全面取消旅客提交抵港或离港申报表要求，让旅客出入境更加便捷。